一张结婚证书难道是什么免死金牌吗？男人只因为嫌弃妻子在家不挣钱，面对卑微跪在地上连连道歉的妻子，他毫不留情一脚踢过来，狠狠地踩住了他的脸。妻子被拉扯到痛苦呼喊，丈夫丝毫不为所动。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被家暴了。老公不务正业，欠下了巨额债务，每天喝了酒就是对她拳打脚踢，甚至为了还债，还逼妻子小美去夜场挣钱。在这样的双重折磨下，小美过得苦不堪言。好在不久后，她幸运地遇见了对她一见钟情的黄毛。这样悲惨的经历瞬间激起了黄毛的保护欲，当即就劝小美离婚跟自己过。可她那疯狗老公怎么会轻易放过她？就在这时，小美收拾屋子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张保险单。自己辛辛苦苦挣钱，老公竟只给自己买保险，甚至赔付金额还高达5亿。看到保单上受益人正是自己，小美瞬间有了别样的心思。如果老公意外死亡，自己不仅不用再受折磨，还能拿到巨额的赔偿。于是她痛下决心，准备杀了老公。可她从没杀过人，只好试探性的找到黄毛求助。荷尔蒙上头的黄毛哪顾着想那么多，一口便答应了小美的请求。 이 개새끼만 없으면 우리 행복해질 수 있어. 根据小美提供的照片，黄毛蹲守在小美老公经常去的酒吧门口，看到她老公一个人出来时，黄毛就鼓起勇气踩下了油门。此时已经午夜3点，还下着大雨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黄毛成功的将尸体带走，埋在了偏僻的山上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就给小美打去电话。 죽었어. 누나랑 내가 죽었다고. 小美还来不及高兴，就听到家里门锁输入密码的声音。她吓得站了起来，盯着房门。结果走进来的正是自己的老公。看着喝得醉醺醺的男人，小美吓得呆若木鸡。小美极力掩饰住惊恐，丝毫不敢多问。如果老公没死，那就意味着黄毛杀错人了。趁着老公去洗澡的空隙，她赶忙将前来讨赏的黄毛拉了出去。黄毛这可能是第一次杀人，一听说自己搞错了，瞬间崩溃。 내가 죽인 게 누군데? 그걸 내가 알아? 他为了小美杀人，谁知道竟然杀错了，这样的乌龙谁受得了？关键时刻还是小美镇定，让黄毛赶紧跑路，避过了这阵风头再说。没想到这货跑了没2天又回来了，巨大的恐惧和愧疚折磨的黄毛发了疯，他两眼发红，嘴里不停地嚷嚷着要去自首，这样才能解脱。小美听到这话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她去自首了，那自己不也就报了？无奈小美提议两人去祭奠死者。 可一到地方，黄毛变得更加癫狂，居然扭头就要下山去自首。야, 너 어디 가? 경찰서. 黄毛的行为让小美彻底失去耐心。如今事情已经失控，必须赶紧想办法结束这一切。看到周围的环境，月黑风高，荒无人烟的，杀个人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？于是小美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发动汽车朝黄毛撞去。 撞死人的小美也尝到了害怕的滋味。就在小美不知所措之时，她手机铃声响了，来电的正是小美的老板严姐。之前她在夜店上班被顾客刁难时，就是严姐出手替她解围的，甚至还因此惹怒客人。야 사장이면 다냐? 쌍년. 네가 먼저 쳤잖아. 치워. 闹出这样的事情，严姐非但没有辞退她，还拿出一笔钱让她去医院看伤。 严姐的仗义让小美受宠若惊，两人同病相怜。严姐也遭受过这样的事情，看到小美就看到了以前的自己。同样的遭遇让小美十分信任严姐，所以看到严姐打来的电话，她没有多想便接通了，并将自己撞人的事情告诉了对方。严姐二话不说就赶去山上帮小美处理了现场。小美感激不尽，可奈何能力有限，只能请严姐泡个温泉。两人闲谈之间，小美将老公买了巨额保险的事情告诉给了严姐，这让严姐来了兴趣。 她鼓动起小美，让她杀了老公。 우리나라에서 사고로 죽었을 때 부검 확률이 4%밖에 안 되는 거. 내 남편도 사고였는데 부검 안 했어. 听了严姐的话，小美仿佛醍醐灌顶，或许是被仇恨蒙蔽，也或许是经不住金钱的诱惑。当她再次被老公殴打的时候，小美终于下定了决心，趁老公醉酒下药，将其溺死在了浴缸，然后假装惊慌失措，主动打电话报警。面对警员的询问，小美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模样。 完全就是痛失最爱。等调查一结束，她就毫不迟疑地火化了老公。最后找到保险公司签署完相关文件，顺利拿到了5亿的赔偿金，摆脱了家暴男后。小美整个人都精神焕发。想到严姐对她的点拨及帮助，小美识趣地带着几捆钱上门感谢。可严姐只是瞟了一眼后，一副满不在意的表示，帮她是因为同病相怜，出于姐妹情谊才出手的。
并贴心的帮她办好了护照，让她放下一切远走高飞。这番话让小美感动不已。很快，妍姐就拿出一瓶香槟为她庆祝。小美也是心思单纯，毫无防备的就喝了下去。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她的人生不是重新开始，而是噩梦般的结束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就发现自己早已被五花大绑在桌子上，面前的正是那个热心的妍姐。她手持电锯给小美讲了最后一个道理。 큰돈 들어왔을 때는 아무도 믿으면 안 돼. 네 부모라도. 直到这时，小美才知道，原来自己从头到尾都只是别人的猎物。妍姐打开电锯，将小美残忍地分成了无数。任何时候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注视着你。